我国哪个省份民风最彪悍？你以为是东三省啊？错了，是下面这3个省。要我说哪个省份的民风最彪悍？很多人第一想到的便是东北地区，因为高大魁梧的身材、豪爽直率的性格，加上富有感染力的东北方言，东北老铁可谓是火遍了大江南北。但这种彪悍更多的是外在表现，而我国有这样3个省份，那真的是人狠话不多，民风彪悍到令人瞠目结舌。你知道这3座省份是谁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。首先，广西南滨，一说到广西，很多人第一印象便是一个远，一个是穷。虽然东面与我国的第1大省广东接壤，但丝毫没有受到周围省份的辐射带动作用。加上广西省内多山地，西南又与越南接壤，更加制约了广西的经济发展。但广西人的彪悍却是刻在基因里的，这也与广西复杂的环境相关。由于广西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，周围呢几乎被山地高原包围了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闭塞。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，自然会养成刚毅隐忍的性格。历史上啊，广西便是历代君王非常忌惮的存在。秦朝时期，秦始皇在对抗匈奴的时候，只在长城放置了30万大军，但是对抗西欧却放出了50多万人，而当时的西欧就是如今的广西地区。到了明朝中期，南滨一词便开始从广西军队中流传开来。明朝时啊，戚继光带领6000南兵进入福建对抗倭寇，不仅从未战败，战损比例也微乎其微。在当年飞夺泸定桥时候，成功冲过去了18个勇士当中，有16个是广西人。还有蒙城狙击战、血战洛阳桥等事件比比皆是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广西南兵用他们的坚毅、团结、无畏的精神，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。虽生于穷山恶水，但却不出刁民，僻塞的环境也造就了他们的老实本分。但是骨子里面的铁血是无法磨灭的，有事他们是真的敢上啊！毕竟广西南兵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。无湘不成军的湖南是一个被山水环绕的省份，也是我国网红大省，美食美景美人应有尽有。因位置在洞庭湖以南，所以叫湖南。早在汉代时啊，湖南便有着山乡泗水的称谓，这里是一个人杰地灵、物华天宝的绝美胜地。除此之外，因为湖南银蜡闻名于世，所以呢，当地人性格也像辣椒一样火爆直率。毕竟自近代以来，湖南人才辈出，收复新疆第一人左宗棠、千古第一人曾国藩以及我们的伟大领袖等诸多伟人都诞生于湖南。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，曾国藩呢，就是曾点名只要湘军。自此以后，尚武精神便刻在了每一位湖南人的骨肉里面。无湘不成军的说法也由此诞生。在随后的战争中啊，湘军的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的至今都令人动容。当年的湘军甚至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承关系啊，父亲倒了儿子上，儿子倒了孙子上。湖南人民用他们智慧和骁勇上战被我国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奇迹。如此勇敢上战，又怎么能说湖南人不彪悍呢？仿古仔第一省要说到民风彪悍，那肯定少不了第一仿古仔四川。但鲜有人知的是，四川在古代可是最喜欢揭竿而起的地方，一言不合就造反，成了各朝各带头最头疼的地方。四川的地形就如同川字一样，各种地方西部横断，山脉交错，其中易守难攻，是我国西部的重要防线。东部盆地地势平坦，物产丰富，又是中原地区进入西南的重要通道。由于这里的特殊的地理环境，多民族聚集，距离先进文明聚集地较远，环境闭塞，当地人便逐渐养成了彪悍勇猛的一个匪性特征。便自古以来便有了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治蜀未治的之说。自秦朝统一以来，四川地区的起义高达几百次。当年刘邦在此地建立了汉朝，刘备也在四川建都，开启了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。所以四川属地自古以来并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到了近代，在抵御外敌的过程中，川军也将反骨二字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即使上不了战场，四川人也将自己全部的物资贡献了出去。对于四川人来说，不屈服3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每个人的脑海里。以上便是我国民风最彪悍的